大家好，我是美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不知不觉呢，我在纽约过着自己一个人的生活，已经从什么时候开始？8月中到现在9月中，已经1个月了。哇，有时候自己一个人在房间就会觉得哇，很不可思议耶！明明过去20多年我都是在台湾，然后突然来到一个很陌生的国家，然后自己躺在一个小房间里面，就会想说哇。我到底在这边干嘛？你知道吗？就很多我知道很多 follower 或者是很多我的朋友都会有点不解，因为明明我在台湾也已经有蛮稳定的工作，然后其实在大家眼里我已经有一个很不错的 career， 就会不明白说为什么还要再来纽约念书。对，那其实出国念书一直都是我的梦想，所以我觉得来纽约这个国际的大城市，我相信我可以拓展我的事业。总之呢，我觉得这是我试着去厘清我30岁以前我想要做什么事情。然后我觉得，如果我不选择出国念书的话，我肯定会后悔。那也有人想要知道说我为什么不选英国的学校，而是选美国。但其实我真的因为这个抉择犹豫了非常久。一开始呢，我的确心是向着伦敦，因为我去过伦敦，我超级喜欢伦敦，很干净，然后那边的人又很友善，然后其实英国它就是一个蛮遵守传统的一个国家，对，所以待在英国其实是还蛮舒服的一个环境，对。那相较起来，我也来过纽约，纽约就是给我一个比较混乱，然后人很多，龙蛇杂处的一个地方，对，所以我前几年来纽约的时候，其实对纽约的印象并不是很好，但是最后让我的抉择来到一个转弯，原因是因为我仔细的去思考说2间学校的 program 对我未来的职业会有什么帮助。那英国那个学校的 program 它其实是跟我以前学的人类学是比较接近的，所以有些课是有重叠，然后再加上他想要做一些比较创新的跨领域的结合。那其实我是找不太到过去大家对这个 program 的评价跟 reference。英国也是不到1年就结束了，你9月入学，然后6月就毕业，你就要开始找工作。我就会想说，不到1年的时间，我的英文真的可以有所提升吗？我就会这样想。当然，很多人去英国就是因为1年就可以拿到学位。那来美国的话，因为我觉得我拿 marketing 的课程，其实跟我现在工作所需要的能力，跟我之后就是 maybe 如果我可以待在美国的行销公司的话，我会觉得好像对我之后的职涯会比较有加分。虽然我还没有很仔细的去思考说我到底要什么。对，那总之呢，我最后就是选择纽约。那其实最后的阶段，我还去找一个算命老师。那卜卦老师的建议也是叫我来纽约。今天来做令我朝思暮想的家乡味早餐，拿出一枚蛋饼皮，平底锅加少许的油，2颗蛋加盐巴打匀。蛋饼皮两面加热之后，倒入蛋液，在半熟的状态下加上蛋饼皮，加入起司，折成蛋饼状，配上 Nespresso 咖啡。今天的早餐 ready。淋上从台湾带来的9层塔坚果油酱。后来我的团队又寄给我2罐，因为我几乎每一天我都会想要加这个。急着准备要带去学校的健康午餐，冷冻花椰菜加一点盐巴、香料、蒜头，跟腌好的鸡胸肉一起入烤箱，大约烤个180度20分钟，配上半碗的饭，淋上 buffalo sauce， 加上太阳半熟蛋，加一点起司，完成。现在准备出门，秀一下我的 OOTD， 这是 Alo Yoga 的帽子，然后这个粉红色的小外套是我在首尔买的 Nike 的运动短裤。那今天我有2堂课，早上的课是 Financial 的课，会是在 Midtown， 然后 Midtown 的位置呢会蛮靠近时代广场的，对，所以如果下午有空的话，我就来直击一下时代广场给大家看。然后晚上的话，回到家附近上 Campaign One 的课，那就跟着我看下去吧。Stand clear of the closing
indoors, please. Didn't follow it. FTX was a crypto company run by Sam Bankman. So我刚刚吃完午餐之后呢，然后又弄了一个 group work，跟我的同学在线上讨论，然后顺利把我的 assignment 给交出去了。那我现在算是有一些空堂的可以休息的时间，然后我要去打鼓。就是如果有在 follow 我的IG 贴文的话，有时候我会发就是我打鼓的影片，是我从高中的时候的兴趣。那我来纽约呢，我也希望可以 keep up 住我这个小兴趣吧，所以我有在这附近找了一个可以练鼓的地方。那我现在在 Bryant Park， 是在市中心的一个公园。那天气好的时候，蛮多人会在这边就跟朋友聊天啊，然后中间的话，有时候会有一些音乐的表演。我现在要去打鼓。现在要来带大家逛一下纽约的 Times Square 时代广场。各位，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纽约鼎鼎大名的 Times Square 时代广场。然后说，如果要选我最喜欢的纽约的景点，时代广场绝对不会在我的清单上面。但我觉得今天的感觉还蛮不错的，因为今天整个白天天气都不太好，下雨，所以今天时代广场没有到非常多人。然后现在的天气还蛮舒服的，视野很开阔。Binge watching workaholics, what a contradiction. On a mission impossible, dodging obstacles. Knowing that they told me I'd never be where I've gotten to. But shit, I'm not shocked at all. Made a list and crossed it off, I'm making hits and I... 现在要弄一个我很喜欢吃的高蛋白点心。这是我前几天泡的，我加了很多奇亚籽、燕麦，还有 pecans， 然后加了那个 almond milk。在碗中加入1大匙的无糖希腊优格，加入约100cc 的牛奶，1匙的香草口味蛋白粉，搅拌均之后加入燕麦、水果，还有爆爆麦香粒。Newfit 推出的新品爆爆麦香粒，完全是原味无添加的，适合搭在牛奶优格。最近超爱这样子搭。比如说我来美国，我最不习惯的就是吃美国的甜点，因为通常 size 都会很大，然后又会很腻，吃1到2口就会觉得就没有办法把那个甜点吃完。我想要吃一些甜的时候，我就会吃优格。那还好，我很喜欢美国这边的超市，优格的种类非常多，就不像台湾的优格，可能就只有2、3种可以选，而且通常蛋白质都不会很高。对，那美国这边就很好买 Greek yogurt。我也没有很习惯吃这边的 granola。对，我觉得这边的 granola 虽然有时候都标注无糖或者是原味等等的，但是吃起来通常还是会还蛮加工的。对，所以我就还蛮感谢我的团队，就是特别寄了1箱。我平常喜欢吃的燕麦啊，还有我们最近推出的新品，像是爆薏仁或者是这款合同麦，对，就是我在这边几乎每一天都这样吃，然后就很有饱足感，然后又不会觉得过度的负担。
do, and then does the creative speak to those people? And we will have case studies that will talk about each of these processes. 回家后赶快整理一下东西。现在晚上9点半，那待会我的从台湾来的高中的好朋友他会来拜访我，我也很久没见到他了，而且他超酷的。他前2个月把在台湾的工作给辞了，然后开始跟她男朋友环游世界，所以我等不及听他 update 他精彩的故事。我男友真的没有。我现在长超丑，你知道我今天周超老正，打老了。我今天晚上录一个小 vlog 可以吗？用我的小相机。现在正在吗？你们去了几个国家啦？我行李先放门口了，好不好10几个了。对，11、12，现在已经13。你们去很多个国家哎、对啊已经几个礼拜了。你们去放东西？他们真的有哇 ，Welcome to New York。你还没到9岁，还没到酒，我看起来像酒鬼，你知道吗？我每天晚上就这样自己在这边喝红酒，都是写作业啊。欢迎大家来纽约找我。你确定？我觉得你要你确定不少你已经快忙死了先这样好不好？先这样好不好？来，这位小姐，你去了哪几个国家？我去了新加坡、印度、杜拜、埃及、希腊、匈牙利。哇我已经开始要回想了。哎，你已经把德国一生中去的国家，就可以去到的国家，你都是在这几个礼拜你都玩遍了。，对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真的很厉害。我是一直以来都想环游世界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说，在20几岁的时候就把这个梦想搬出来。然后原因是因为我跟我男友就是我们都想要工作转换嘛，就刚好都工作3、4年，想要转换，找到伴也不容易哎。对，我就想要休息1个月，后来想一想又有点太少，又想要3个月，后来想一想要去哪个国家拿不定主意，然后我就突然想说我的 wish list 里面有一个就是环游世界。对，然后呢，我就突然做一件事情，我把每一段机票查出来，然后我就查完后就发现，很可以。非常适应美国生活的小姐。泡面好好吃哦！结果在纽约吃那个大吃泡面。我加了蛋啊，然后有高丽菜跟那个菠菜，应该还算健康吧。哇！很夸张。我跟你讲，我去欧洲都超想吃泡面，都觉得天哪，我好后悔没有带泡面。耶！这可能是最赞的一餐。戏剧班，这个戏份有点太多。辣了一点辣酱。你刚刚那段分享很棒啊！你说你很感谢你在27岁的时候。哦，这我很感谢我在27岁环游世界，就是真的很感谢，因为我觉得我出来后就可以看到很多种人，很多种工作形态，就是世界是长这个样子的。然后我觉得我有很明确感觉得到，你会感觉到这世界上的明跟暗面，就是明亮的地方很明，你会感觉到这世界上怎么这么好的人，就是大家不同肤色、不同语言，可是都一样这么善良或是这么好，但你也感受到那个黑暗面，因为你看我在法被欺负嘛，就你会感觉到那个黑暗面是多么黑暗，那个2极化，你亲自感受你才知道这个世界的样子。可是我觉得你感受到很明亮跟很黑暗的地方，你同时会感到很感谢，就是你会感谢你拥有的一切，或是你新得到的一切。没有，我觉得我有时候因为我在这边生活1个月了，然后我有时候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，就是我在台湾的生活并没有不好，我住得好，然后家人朋友都在，生活真的完全没有什么好抱怨，工作机会一直来，所以我就有时候待在这边很孤单，然后一个人在处理这些生活很繁琐的事情的时候，因为当然人家听到你来纽约就会觉得哇好光鲜亮丽哦，可是实际的生活就不是大家想象的这样，就是每一天都要处理很多课业。我觉得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城市，有时候会有一些思乡的情绪，或觉得即便你认识了很多朋友，可是你还没有办法跟他们产生很强的连结的时候，
你就会觉得有一种很难以言喻的一种落寞的感觉。就虽然就是一切都还是 OK， 就是生活都还扛得住，就像你讲，你也不会去后悔人生的这个决定，对，因为你还是要做出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决定，然后你才可以看到，自己可以把生活拓展成什么样，然后可以看到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自己，对吧？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你要去经历过一些磨砺，你才会有所成长吧。一个人在美国生活的妹，还要自己洗碗，对啊，要把自己的家把家里打造的有模有样，还可以啦，多温馨。环游世界情侣档，明天要出发去哪里 ？Boston。然后美国玩是哪一个国家？南美洲。去马丘比丘。哇，加油！到一个。想你。拜拜拜拜拜拜。Flushing 这边算是 Queens 最大的 Chinatown 的概念。哇，光是小菜就很丰盛对啊，这是在 Flushing 的 Korea。你又要上我频道？不要上频道。欢迎来到 Flushing 的 Korea Town， 是 Korea 菜 ，OK？ 我感觉这边的韩国料理很正宗正宗，而且呢小菜那么丰富，到韩国去都没小菜 ，OK？ 哇，好棒哦，超想念。哇 ，Oh my god！我觉得这可能是我来纽约最好吃的一餐。